在巴厘岛感触最深的是，稻米是有灵魂的，正如在自己家里设神台一样，他们也在稻田中设神台，来保佑稻米的丰收和整个村庄的平安喜乐。今天我们受邀请到巴厘土生土长的女子甘亚家来做客。甘亚家美丽的花园，绿树成荫，鲜花盛开的庭院让人惊叹。这是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大家看见空间感非常的强，基本上一天的活动都可以在户外进行。巴厘岛每家都有自己的神台，也可以说是家庭的庙宇，外人是不能入内的。我在外面给大家看一看里面的庄严和秀丽。他们会定期的在神台里祭祀，庭院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精致，充满了喜乐和安详。家庭的生活空间是开放的，可以让新鲜的空气进进出出，自由流动。看到这张床了吗？那是唯一没有墙壁的空间中的床。您能想象生活在这样的露天花园里吗？实在是觉得巴黎人是最懂得生活、最有灵性的善良而优雅的民族。您说呢？女主人从厨房里给我们端来了茶和咖啡。她说她是用烘焙的咖啡豆将它磨碎，并将其与烤米混合，然后再添加一点香草，也就是 vanilla， 喝起来非常的醇厚有滋味，并加上甘亚自己制作的米糕，让人想起小时候的味道。喝完茶之后，我们跟随甘亚来到村庄里，他会带我们去看稻田，因为现在稻田正在收割，还会让我们看到稻田收割之后焚烧稻草的仪式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当地一种特殊的建筑方式，用竹子来打框架，树上长的是牛年。穿过通向稻田的区区小径，稻田的四周是美丽的棕榈树、椰子树，还有带阳台的房屋，阳台上鲜花盛开，好浪漫的生活。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稻田里黑色的被燃烧过的稻草，到处都是。艳阳天下，稻田的香味混杂着稻草被烧焦的气味，这是怎样的一幅人间烟火图呢？好了，我不说话了，您自己去感受火在燃烧的声音，还有爆米花的声音。So interesting. They burn the whole rice field after the harvest. Listen. Cracks. 从稻米的播种、生长、结果，然后燃烧、成灰，归于大地。这就是生命的轮回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直白。我在其他的视频里向大家呈现了巴厘岛人的传统，也就是每天用鲜花
来奉献的传统。鲜花对于他们来说，就和稻米和蔬菜水果一样的重要。这就是巴黎人的浪漫、淳朴而极富灵性。收割的季节也是焚烧稻草的季节，生命丰收，死亡生生不息，或者就是生命的两种状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穿过一个小小的丛林，甘亚给我们呈现当地人用的各种草药和香料。现在我们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牛棚，大家看看这里的牛妈妈和牛 baby 是不是也非常有灵性呢？他们竖着耳朵，好像是在听我们说话，他们似乎能够听懂人的语言，耳朵也一山一河的。这是糯米穗，非常的清香、饱满、结实，它比普通的米要贵很多，这是堪亚告诉我们的。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稻田旁奉献神坛，里边有稻米来作为奉献物，以感恩神灵的保佑，感恩稻谷的丰收。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，值得美誉。稻田旁的树林里有木瓜、椰子。甘亚告诉我们，当椰子变黄的时候，就说明它成熟了。远处有一个用干稻草建的四角亭，大家看见了吗？甘亚告诉我，它是为稻田里的人休息，或者是受伤以后到这里来治疗、包扎伤口、喝水的地方。这居然有个太阳能的电池，可以自供亭子所需的电源。这让我非常吃惊，一个如此淳朴而自然的民族，居然也有现代化的意识、绿色能源，而且自给自足。甘亚跟我们述说，在巴厘岛只有儿子才能继承父母的遗产，比如作为像他一样作为人家的儿媳妇是没有权利索取任何财产的。不仅如此，堪亚还要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，有时还得给他们钱，但是绝对没有任何遗产的权利。我的心变得有点沉重。你们猜到远处那个黑色的亭子是做什么的吗？那是个房屋，那是一个现代化的 SPA 美容院，有意思吧？在稻田里的美容院。最后，甘亚带我们来参观整个村庄口的墓地。这个墓地是属于整个村庄的，墓地非常的肃静，古木苍天，地上结的一种果实，堪亚把它作为话筒，让我们当时比较沉重的气氛变得比较活泼一些。根深叶茂的大树从久远的历史走过来，扎根于坚实的土地。远处的寺庙与墓地遥遥相对，它守护着稻田，为村民们祈祷着五谷丰登，生生不息。稻田养育了生命，而生命又回到了稻田，与神坛一起守护着下一代，祝福着下一代，成为巴厘岛独特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朴素动力。
谢谢收看。